游客太多，又碰到我上次那种混乱的局面了。好吧，我记得我上次走过这条 Queen Street， 所以我就想着还是走一走吧。从这个车站边上的那些残留的旧房子，其实以前应该都是有用的，现在都荒废在这里。再看边上那种老房子，非常的陈旧残破了。今天突然刮起大风了，尼加拉瀑布这边明显的要比多伦多那边冷了几度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他们的 City Hall， 加拉佛 City Hall， 就后面那个还挺漂亮的一栋楼。这条路呢，我记得就是我上走过的 Queen Street， 应该是以前他们的一条老街。哪个拉布原来是个大学吗？看看边上那些老房子，还残留着以前繁荣的景象，但是现在呢，明显的已经是没落的感觉。但是看得出来，当地政府呢，还是希望通过带动旅游，慢慢的恢复老街的以前的龙景。走过Ontario Avenue， 也可能是过节的原因，也可能本来就已经没落了。就这边的街道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些商店没有人的感觉。其实什么都不缺啊，就这些房子还是蛮扎实，开的一家店呢，都其实还算不错。唯一缺的呢就是人，光靠几个游客呢是很难带动当地的经济的，所以它更缺的就是居民。怎么样能够引进一些更多的移民到这里？但是来了如果没有工作机会的话呢，来了也会走掉。
最近一阵子呢，一直在多伦多行走，一边走路呢，一边聊聊天。这也是我以前一直给自己定的一个题目，叫行走慢聊，就是一边走到一些以前没有怎么去过的，或者很久没去过的街道，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光，不同的街景有不同的人文，就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。今天呢，搭乘的GO train来到了尼加拉瀑布，这是我第3次来到这里。我觉得这次比较顺利的是，从 Union Station 一直到 Niagara Falls 这一路全程2个半小时，搭乘的是火车。这个火车呢，直达的，这是破天荒的第1回，也是来了第3回才享受了这么一种直达的待遇。原本呢，到了尼加拉霍这个火车站呢，应该是有bus可以接驳，免费的送到景点，但是人非常的多，只看见那些另外要买票的叫WeGo巴士。那我因为第1次呢，就曾经从这个车站走路到景点大概半个多小时，所以我就没有等待了，就直接沿着这条尼加拉瀑布一条老街。其实我有一次也曾经从尼加拉瀑布景点走回来的这条路呢，再走去景点那边，所以当是一段行走慢聊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街景，聊聊第2次走这条街的感受。其实从街道来讲呢，我觉得一条老街还是非常的有味道，其实还是蛮讨喜的一条街道。你看这个街道上面呢，除了商店、新修的这些街道的招牌，还有前面正对着这条街道的一个尖顶的大教堂。可惜呢，就是人太少了。如果人多一点呢，我相信这条街道很快就会兴旺起来。看街上有很多人用这种电动的小轮车，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。这边有个小广场搭了舞台，有个小乐队可能等一会准备演出。开始了。今天呢是加拿大国庆的前1天，6月的最后1天。相信呢，在各个地方都会有很多庆祝的活动吧。我呢已经忘了上次是怎么走过来的了，应该方向大致没有错吧。但是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看到尼加拉瀑布
旁边的那些高楼，就那边的那些酒店，还有那种类似观光塔一样的建筑物。但是我已经看到了Victoria这条街道了，我相信那条街道呢是直通尼加拉downtown的。看来这条 Queen Street 跟这条 Victoria Avenue 它到了这边就相交了。这边呢写着downtown，那我的理解就是以前尼加拉坡这个城市的老downtown。前面呢有个高耸的教堂，一般的以前老downtown都会有这样的教堂。好，现在呢我就沿着这条 Victoria Avenue 往尼加拉坡景点那边走过去了，相信呢也就15到20分钟吧。从这个街道的模样边上这些房子来看呢，它就是一座小城市。这个地方呢是他们的一个图书馆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图书馆。对面呢就是有加油站，有些咖啡店等等。就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尼加拉坡这个大瀑布的景点，我相信呢就是一座不知名的城市，大家很少会到这边来光顾。但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举世闻名的景点，所以它在节假日，尤其是现在这样的夏天的天气非常好的季节呢，还是会吸引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边来参观。所以在景点的周围呢，还是非常兴旺的一派景象。但是离景点也就是15-20分钟的，它这个城市的老的街道呢，就显得有些荒凉，或者说这就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的常态吧。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地方，其实都是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当地人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件事。有意思的是，前面那条 Street，Simcoe Street， 就是我在多伦多临时暂住的大楼门前这条路同样的名字，因为它来自于蒙特利尔的一个
美丽的湖，应该是他们这边的称之为湖区的地方。我曾经去过这个湖边上那座城市叫 Barrie。我今天在 Union Station 呢也看到前往 Barrie 的GO train，应该也是一座旅游休闲度假的城市吧，有非常漂亮的湖滨，围着这个湖岸呢有很多湖边的别墅，大部分都是度假的别墅，所以这个 Simcoe 这个湖应该在当地人眼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所以各到各处都有以这个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。我上次就发现啊，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不少做经济的面孔啊，都是华人面孔，应该就是华人，因为看他的 last name 呢，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姓。那想必呢，已经有不少中国人，也可能是看中这是一个休闲生活比较舒适的地方，也可能呢是因为这边房子比较便宜吧。但是我相信还有一些人想在这边开展一些 business， 做一些观光旅游的文化佳美的生意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我相信这些人都是做过调研，希望在这边呢找到机会，实现美好人生。这边呢停了很多的这种搬家的车，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就是19块9毛5起，难道那么多年没涨过价吗？因为在加拿大呢，确实没有车就很难搬家，你要请别人呢就很贵，所以很多人呢就找1、2个朋友租一部这样的车，自己动手搬家，是最经济最实惠的一种方法。这个地方就是一部大房车，这种房车开出去，就等于把自己的家开到了各个地方去一样了。看看这边的花店，湖塘里面装修的还是很漂亮。现在呢，刚刚好是12点。我记得上次来啊，这是我第2次来的时候呢，辗转巴士、火车、巴士的，一直到下午2点半左右才到尼加拉这个 GO Station。今天呢，整整提早了接近3个小时啊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时间应该比较充裕。希望呢去走走看看我上次没有机会走到的地方。对于景点呢，我想我大概应该是一笔带过吧。
走了一段啊，现在好像又重新出了太阳，气温呢也上升了一点点，或者是我走热了，就感觉舒服了很多。看到很多人呢踩着单车去向景点，背一个大包，感觉就是从刚刚的火车上下来的人吧。你看啊，这边的这个房产经纪啊，就是中国的面孔，写的中文字。我们住在这里，我们了解这里，我们热爱这里。对面也是，这看来这边还是有很多中国人到这边来投资买房子。到了这边呢，我就看到啊，有很多的高楼或者高的建筑啊，前面写着 Casino 的一个像塔状的一个建筑物，还有边上的喜来登酒店，还有更远处的那个观光塔，还有其他的酒店啊，都长得比较高，但其中那些酒店呢，可以俯瞰尼加拉瀑布，应该也是很漂亮的地方。今天呢，我就打算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。我已经看到前面的摩天轮 Skyway 了。这已经是我第3次，确切讲应该是第4次来到了尼加拉瀑布这座城市。因为第1次呢，我是在这边过境，从美国那边呢开车回来，我也坐着车转了一转，当然我没有停车。后面3次呢都是搭着 GO Train 或者 GO Bus 来到这里。你看这样的道路啊，我依稀觉得我都曾经转过。这边还是蛮开阔的一片地方。今天天气变好了，白云底下有蓝天出来了。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中国品牌的店，叫贡茶。有中国很多这个贡茶店啊，多伦多也有，在 Eaton Center 里面，居然还开到了这边。这边呢，我就看到有一帮啊骑单车的人。有意思的，全部都是亚洲人。但是我感觉应该是东南亚这里的一帮人。前面呢就是 Clinton Hill 呢就是这边的一条主街，
很欢快的一条街道，因为有很多小孩玩的一些设施。哦，看来这一帮车队人还真不少了。你看，大家都是骑着那种公路赛车，在那边集体的骑行。这边呢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停车场远离那个景区呢就便宜5块钱。前面呢我就看到有写着 Casino 的高楼。现在呢，走过马路，我正面对着呢就是一个 casino。你看这个边上搞了很多的花草，还蛮漂亮。到了这边呢，这条 Victoria 街道就显得比较繁华热闹了。两边除了有一些赌场、酒店之外呢，也有很多看上去很热闹的商店。上次我就从这条路曾经走过。你看啊，这边呢也有WeGo Bus 的车站，就是从这边呢可以去到刚刚的那个巴士 station。这边停车写的是30块钱，大概应该是1天吧。所以这边停车还是蛮贵的，在景点周围呢，1个小时是11块，还是半个小时11块，忘了。总之挺贵。这条街上呢，你看就有很多这种小店啊，当然大部分都是吃饭的餐馆。
但是这边这条让人家步行的道路倒是非常的宽阔，边上呢还有很多的花草装点。我们再来看看这条维多利亚街，还是很漂亮的建筑物，装修的非常的欢形。换了一块电池，继续在维多利亚 Avenue 上面行走。可以看看啊，这边你看啊，有很多小孩玩的设施。总之就是非常开上去很开心。你看这个街道上面还绑了一个这样的人。这总之就是很讨喜的感觉。这边很多人都是携家带狗来的，有人在那里演唱。这个就是 Clinton Hill 啊，跟维多利亚交界的地方。从这边左侧一直下去呢，就到了瀑布附近。但是我今天想往前走一走。这边呢，以前从来没来走过，稍稍的到这边来转转，看有很多纪念的、印着这些 logo 的衣服啊，并不贵啊，3块9毛9。前面有一家中国餐馆，叫纽约楼。因为其实呢，尼加拉瀑布啊，跨河一过去呢，那个地方就是纽约了，是纽约州。但离纽约市呢，大概开车还要8个9个小时吧。这边呢，也就是这么几条街啊，到了这边以后呢，就不是很热闹了。我也就懒得过去了。看看左侧的纽约楼啊，它还是一种传统老华人的这种装修风格。
走在这里呢，总是有一种走在小1号的拉斯维加斯街头的感觉。可能这边呢，除了景点以外，也有很多的欢乐场，也有很多的赌场，可以去摸一把、试试手气的地方。Her dad brought her here just to go on that and then run away. 这食物是没有在有。这边呢就比较小孩子喜欢的游乐场了，你看 Skywheel 摩天轮，还有在一个立交桥上面大家这种儿童的赛车，还是有很多玩的东西。看到这边的餐馆呢，都把椅子摆到了街上。Okay, now it's better in the sun. Like 30, 40 minutes. Pues, 看看马路对面的各种商店。这边呢，很多大大小小的酒店。就这条维多利亚街呢，是一条主街还是蛮长的。在这一段呢，还是非常的繁华热闹。
又是一个微购巴士的车站，它就是这么一个循环。这条街呢还是很长的，但是最热闹的那一段应该就是我的后面了。就这种小城市呢都一样啊，就是一两条的主街，然后呢其他地方呢就慢慢的变成它的边缘地带。在阳光底下，夏天但是又不是很热的这个天气之中，随意的在异国他乡的城市走一走，看看不同的人物，看看不同的街景，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。所以我走这么一段，刚刚呢从尼加拉瀑布 Go Station 下了火车地方走过来，我估计呢应该也有个40-50分钟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呢就算是我在尼加拉瀑布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街 Victoria 逛街的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所以在这边呢我就打算结束我这一段的分享，我们等一会儿如果还有趣的地方呢再来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